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从 TuneScale 转到 OMV 的。那么这个视频啊，并没有什么大纲，所以到时候我会在评论区里面把进度条写一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快速跳转。当时为什么会考虑 Furnace Tunes 这个系列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它的 UI 相对来说是表现的话比较漂亮的。第二点就是它的功能支持非常完备，一些企业级的功能，比如说它的一个认证，你可以看到它有各种用户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但是像那个 OMV 这边的话基本上啥都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单人的那个使用系统，对吧？基本上是什么都没的。然后呢，它这边有一个数据保护里面它还有一个周期性的快照，对吧？那像 OMV 这边它也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你要自己去快照或者要去保存，都需要你自己去操作。那么像它这样较为美观的界面以及企业级支持的这些功能相信也是很多小伙伴选择这个系统的原因。但是实际使用下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有点像你面试的时候照火箭，入职的时候呢拧螺丝。那虽然它的功能强大，但我实际使用的大概也就这个 SMB 共享，然后 NFS 有用过，甚至这个 WebDAV 我都没有去设置过。然后像它这些权限页账我也没有去使用，我都是很暴力的，就是因为就我自己个人用嘛，我直接给一个 root 权限，或者说一个 Samba 的一个共享权限，什么都能访问，这些我都没有去用。那像这个虚拟化我也没用，因为我虚拟化本身就用的是那个 ESXi 想装什么系统装上去就 OK 了然后应用程序这边我也没有去使用，因为 TuneScale 它是 GUI dependent， 那我只要用 Docker 我就什么都能去装，不像之前 Furnace 一样就限制在里面了然后数据保护这边呢，我也只用了一个周期性的快照这个任务从我粗浅的认识就是它会在你的硬盘下面创建一个隐藏的文件夹，然后呢根据定期去扫你那些变更的文件，然后把它给塞进去就是这样一个操作。那前面我描述的这些使用场景，你可能已经发现我其实就是把它当一个 UI 在使用因为像文件夹共享格式化硬盘的确是有 UI 的话是更加方便的。但是它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系统本身是集大成的，就是面向企业级的。那么它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它的硬盘这边它是有一个存储池存储池呢你还一定要先创建一个那个 dataset 对吧，数据集，否则你是没有办法去放东西的，或者说你要做很多的那些骚操作。然后它也带来了很多的那些设置权限的那些概念非常的复杂。然后呢，因为它是整个系统，它希望你所有的操作都是在它的 UI 下进行。那么它应该是系统自带了一个 K3S 的，就类似那种 K8S 的系统，然后不让你去用 Docker。那你要用 Docker 的话，默认它是不支持网络连接，你要去另外去操作。像我之前有发过专门的视频，但我是个人用户像我这样自己装的系统的，那么在座各位在看这个视频的用户我觉得多数都是爱折腾的。那我不喜欢受你的 UI 的限制，我甚至也不喜欢用你的那一套套的那些权限我可能就直接命令行进去，我直接 chmod777 就所有权限都开了，因为我自己个人访问嘛。那么这反而会给我带来一种很大的那种负担，它的一个系统设置。那最终导致我从 Tunes 转到 OMV 的最后一根稻草，你可能猜不到其实是它的更新机制。那么 TuneScale 我是从它刚出来 Alpha 版还是 RC 版我就开始使用了，一直用到它正式版。那么在那个 Alpha 版和那个正式版之间，比如说我点这个更新按钮，我更新系统之后它系统进不去了，或者说原先的设置不在了，出现错误，这我是完全能理解的，因为你在开发中嘛，在那个测试中肯定是有大不一样的。但是呢，在正式版之后，它连续的2个更新都会导致你原先那些设置错误，或者说整个系统进不去，甚至都不能用的状态，这个我就没办法接受了。就是虽然我是非常爱折腾一个人，大家看我视频都知道我非常爱折腾，但我不至于每次更新之后我都要把所有的东西都重设一遍，就算我用的东西再少，我也不高兴重新全部设置一遍，对吧？
那像我之前 Docker 有修改过配置，我把它调了一下网络。那么你系统更新之后，比如说我 Docker 不能用了，甚至你加了一些额外的权限，有些命令你把它权限给去掉，我没有办法直接执行，我先要给它设置权限，这些我都能忍，我都能理解，因为那是我自定义的一些操作嘛。但是呢，像它的一个 SMB 最重要的、最基本的 SMB 共享，我是没有额外的在命令行我自己去改动什么，我都是通过它的 UI 界面去操作的。但是第二次更新的时候，我的共享我都访问不了了，这个就让我非常的恼火。那 TunerScale 这个系统好歹是面向企业级的，对吧？那它一更新就挂，而且我用的是这么简单的一些东西，你更新了之后都会挂。那我不知道企业级用户他更新之后会怎么样，内心是不是马屁的去买它的服务，去用了这个东西之后，Scale 压倒之后啊，我又去找了一圈然后发现 ONV 它出了 6.0 的一个版本如果它不出 6.0 的话，我还是不会去使用 ONV 的。因为它 5.0 的版本可以看到它官方的这些截图如果你熟悉 Linux 的话，你可能看到这个图非常熟悉就是很古早的那些 UI 的一个设计如果现阶段让我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UI， 我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那好在它出了 6.0 的这个版本。那么就像刚才提到，就是它的这些支持它这个系统其实看起来就是针对你个人用户的，它没有那么多企业级的那些验证那些配置，那甚至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保全你数据的那些操作，什么周期性的备份都没有。但是呢，它这个应用就非常适合我，就是我就用到了这些功能，你只要好好的当一个 UI 就可以了，其他你都不需要去管，你不要去限制我做那些东西，那就 OK 了，对吧？那么问题来了，你怎么把 TunerScale 里面的数据放到 ONV 里面呢？那 TunerScale 它的那个硬盘尺你所操作的那些格式都是 ZFS 的。那这个文件系统呢，在目前大多数的 Linux 系统上面，包括 Windows macOS 它都是并不是直接支持的，你需要做额外的操作。那么很明显就是你直接把那个 TunerScale 删掉，然后在 ONV 里面把这些 ZFS 的硬盘挂起来，它是不可操作的。那么我当时因为没有做任何的 RAID，我的硬盘就是一个硬盘一个尺那我是这样操作，我先把一个硬盘腾出来，然后把它格式化成 ext4 的格式，因为现在大多数 Linux 系统它都用的是 ext4 这个格式。然后呢，我在命令行里面在 TunerS 里面把它给挂载之后我就一个接一个的把那个 ZFS 的那些文件把它给放到 ext4 里面，弄好一个再格式化一个，再挂载一个，再弄一个大概花了我1周时间。然后呢，就是我把那个 TunerScale 这机器关掉之后我直接就在那个 ONV 里面在这个文件系统，然后点挂载文件如果你有了那个文件系统的话，你这边就能直接去识别，直接就能挂载。看到这边的小伙伴可能会有疑问，胖哥，你10几块20块硬盘，你怎么能不做 RAID 呢？ RAID 读起来更快，而且更安全，对吧？那么我相信很多人买好 NAS 回来，然后买了几个硬盘，一上手就先把 RAID 给做起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有一个误区的。RAID 的话，它对那个高可用的确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你的那些重要的文件用它来保存，这并不是 RAID 该做的事情，或者说我觉得它是没有意义的。怎么没有意义呢？就是说比如你去更改一个文件，或者说删除一个文件，你更改那就更改，删除就删除了，你 RAID 你做的再多冗余再好，你这个文件还是变掉了，还是没有了，对吧？那包括之前我看到一个 B 站 UP 主吧，好像也是那个中了勒索病毒然后所有的文件它都没法使用了。那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 RAID 那如果有做 RAID， 你中了这个病毒还是一样没有效果。那真正的你要去备份文件或者怎么样，你肯定是比如说类似这边 TunerS 里面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快照，或者说你有单独的其他的地方把它给存储起来，这样你才是保证你的文件安全性的。但是就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因为我是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很多硬盘，就是
大容量硬盘都是我近几年买的，然后小容量像3T 的硬盘都是我很早就是5、6年前、7、8年前买的你可以看到我至今为止我还用到现在。就是说你个人去使用非企业应用，你的硬盘真的是很难坏掉的，除非你是中奖了。那如果你坏掉了，你的 RAID 因为高可用性，那你的文件是不会丢失，还会用。但实际上你自己个人碰到的这种概率真的非常低。所以你在做 NAS 你要装系统弄硬盘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好你是想要容量的最大化呢，还是要考虑安全因素但这个安全因素，如果你人为的把这个文件修改或者说删除掉，这个 RAID 根本就没有什么卵用，对吧？根本就没什么用。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我是怎么在数据安全、然后空间最大化以及读取方面做的一些操作虽然我有10几20个硬盘，那么我最重要的数据其实是在这个 Bucket 1和 Bucket 2里面但是我在那个 NAS 里面并没有做 RAID。那刚才前面已经提过，做 RAID 其实对你数据安全性是没有什么作用的。那么这2个硬盘其实是我原来硬盘盒里面的那个硬盘，2个4T 的那个酷狼 Pro。然后拿出来之后呢，我硬盘盒用了2个美光的 SSD 代替，就是这2个4T 的 SSD 代替。那么我这里面所有的重要文件我都是写了一个脚本在这边有个脚本，我写了一个脚本，就是设定好我要同步的一个目录，然后我定时的会去往我们的那个NAS 这边往这2个硬盘里面去写数据一下，哪天想了我就去写一下。那这样的话，一个是数据它本身会存在一个差异，那么如果今天我在硬盘盒里面删掉了过2天我又要这个文件了，那么我可以在那个备份里面找到。那甚至比如说我做病毒了，我这个硬盘盒我都直接挂了，但是呢我因为还没有同步过去嘛，所以我那个 NAS 里面的数据还是安全的。那数据安全方面就是做了这个操作，这些东西只要你会去写脚本都是非常方便的操作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空间最大化利用的一个问题这边除了 Backup 的2个机械硬盘之外，其他的硬盘基本上都是用来数据归档用的。可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硬盘就是 Vlog。 那这个硬盘里面就是存了我做 Vlog 的那些视频。 OK， 那给大家看一下。那么我做的 Vlog 视频早期的我把它删掉就是最新的基本上都在这个硬盘里面了里面还有一些商单。但是说实在话，如果我这个硬盘挂了那就挂了，这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关系。那这些东西留着，一个是一个算是纪念，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做新的视频的时候就原先的一些拍的素材我可以重复利用，我不需要重新去拍。但是你说它哪天真的挂掉了，然后我做新的视频我就做不了嘛，并不是这样，对吧？ OK， 这是空间最大化的一个情况。那我空间的最大化那就是单个盘单个用呗。另外有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些热的数据你经常要去访问，比如说我去下载电影一些资料我马上就要读的这些。那么为此我是准备了2块硬盘2块的 SSD， 一块是 8T 的，一块是 4T 的。那么这2块对于我来说下载那个热数据的视频一些资料是足够了。那我可能看好了觉得不错要留着我才会去归档，所以只要这2块速度够快那就 OK。 那最后给大家2点建议就是 NAS 硬盘相关的。那首先就是不用一上来你就做一个很完整的 RAID， 这个千万不要人云亦云，一定要根据你自己实际的情况，那你这个硬盘里面塞什么东西，你需要干什么用的，再决定是做 RAID 也好，还是部分做 RAID， 然后其他的只是做存储也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用这种 ESXi 或者其他的一个虚拟平台，如果你要硬件直通的话建议就是不要把整个那个 SATA 的那个芯片组直接直通，因为直接直通的话，就是你上面所有的硬盘都是在你这个芯片组下面的，你万一哪天要把这个硬盘单独的把它给换到某一个其他的虚拟机下面，那就不行了这个我是吃过亏的，因为我之前的确是想单独拿出来一块硬盘，但是发现整个都过去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单独的去处理。那么现在呢，就是只能麻烦一点就是你所有的硬盘单独的把它给创建直通，然后塞到
某个硬盘下面，然后再从那个系统里面挂载。我现在是直接扔到了我的系统盘下面，就这些硬盘，然后我是给它取了名字，然后还有它的序列号，我是一一对应的。对应好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在 NAS 里面，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堆硬盘，都是完完整整的设置好的。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把它给抽取出来给其他的机器使用，否则那你就只能干瞪眼了。特别是你做了一整套那个系统的用户，做一整套 RAID 的用户，这个就会很尴尬。那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边了。那下期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会讲系统这个菜单下面的所有东西。OK， 到时候大家如果有兴趣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提前问我，我反正尽量安排。好，谢谢各位观看，拜拜，一定要30哦。